大家好 ，Obsidian 在 V1.5 版的時候添加了視覺化表格編輯的功能，它讓我們在 Obsidian 裡面制作表格的時候有了更加直覺的操作的方法。今天要介紹的外掛叫做 Enhanced Tables， 它是讓我們能夠在閱讀模式下面對於表格添加了更多的交互性的控制，比如說它能夠用更直覺的方法來呈現資料的內容，比如說等級上面就可以用星號來呈現。表格它也做了一個分頁的控制，在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針对大量的表格資料就有一個事先分頁的控制，就不必一直在卷動資料，只要點擊這個頁數就可以直接跳到某一頁。然後同時它也增加了欄位的排序的功能，我們可以指定任何的欄位，讓它用升密或者是降密的方法來做排列。同時它也增加了資料過濾的功能，這個過濾的功能是我們可以事先指定好過濾條件的，可以根據欄位的某些值來做一些過濾的條件的筛選，也可以輸入搜尋的字串，有被列成是可以搜尋的欄位，只要有符合輸入的字串，它就會呈現在表格裡面。Enhanced Tables 就是增加了這一些功能，讓我們在操作 Obsidian 的表格上面的時候，讓我們的便利性更上一層樓。Enhanced Tables 是最近才推出的新的外掛，雖然它的功能已經可以使用，但是還是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但是对於它為表格帶來的便利性，仍然可以期待它將來有更加成熟的一天。以下的影片就来介紹一下如何來操作 Enhanced Tables。來看一下 Enhanced Tables 的功能展示。首先，只要寫好一段程式碼區塊，它就能夠協助我們強化整個表格的操作。現在在右邊的面板裡面再開啟同樣的表格的筆記。現在在面板的左邊就是標準的一個表格，在右邊是它透過了 Enhanced Tables 渲染以後的結果。在右邊的表格裡面，它就會把等級變成了使用星號來表示。右邊的顏色原來只是輸入一般的純文字，現在會把它加上了顏色來表示，也可以把表格裡面的某個欄位給整個隱藏起來。Formatted 跟真假值中間本來有一個欄位，但是因為我們設定了某個控制以後，它整個欄位就消失了。還有真假值 Y 跟 N， 它會變成是打勾跟打叉的形式來呈現。接着再來看一下它的有關於排序的操作，在整個表格的上方，它會增加出一個控制的區域，在這個地方就可以來排序。目前預設是使用 Rating 這個欄位來做排序的，也就是這個星號的順序。那我們可以把它改成，比如說我要按照 ID 來排序，這邊就會按照 ID 的大小來排序了。目前這一個頁面是出現了3筆，是因為我們現在限定它一頁最多就是3筆，可以從右下角的這個選單把它變更成其他的數字，比如說我把它改成10，那就出現的是4筆。那為什麼只有4筆？但是實際上在左邊這邊其實是有6筆，那是因為這個過濾把它給過濾掉了，可以在過濾的清單裡面來變更它。比如說我現在要顯示小的數字，它就會出現有2筆，我再把它切換成是高的等級，超過 Rating 4的就會顯示出來。我们也可以把过濾給關閉，它才會出現完整的6筆。這個搜尋就是只要輸入任何的字串，欄位有設定它是可以搜尋的，它就會被過濾出來。比如說我輸入一個5，數字有5的它就會出現，這個沒有5也會出現，是因為它的 Rating 也被設定成是可以搜尋的，它的 Rating 是5，所以它也出現了。這個就是基本上 Enhanced Tables 能夠在閱讀模式下面達成的交互式的操作的界面。在正式開始使用 Enhanced Table 之前，要先增加一個 Refresh 的功能，因為現在 Obsidian 裡面並沒有對於當前的筆記做 Refresh 的命令。因為 Enhanced Tables 在使用了以後，它有時候會有一些渲染的問題，會希望能夠直接重新載入當前的筆記。因此，在正式開始講解這個外掛之前，先來新增一下這個 Refresh 的功能。這個功能其實很簡單，還是透過 Template 它的 Hotkey 來完成這個功能。首先進入 Template 外掛的設定畫面，來確定一下模板檔存放的資料夾。進入 Template 的設定畫面以後，它的第一個設定就是這個 Template Folder Location。那也就是說，所有 Template 要使用的模板，包括模板的腳本，都是放在右邊指定的這個資料夾裡面。要在這個資料夾裡面，就是這個010 Templates 這個資料夾裡面新增一個叫做 cmd-reload-page.md 的檔案。它的內容是只要輸入這樣子的一個指令，也就是要去執行 Rebuild View，就能夠重新載入當前的
筆記。有了這個腳本檔以後，我們就來新增 template 的 hotkey。那也是一樣，在 template 的設定畫面往下捲動，找到 template hotkeys。那在這個地方點擊 add new hotkey， 然後接着在 add new hotkey 這邊去搜尋，找到新加入的腳本檔。找到以後點擊一下，輸入完畢後，它就已經加入到了 template 的 hotkeys 裡面。除了它加入到這個清單以外，它也會把這個腳本加入命令面板裡面，因此它就變成了是一個命令了。有了這一個命令來指派一個熱鍵給這一個腳本檔，因此這個搜尋條件輸入 reload。現在就可以找到這個腳本檔了。有了這個腳本檔出現以後，你就可以點擊右邊的加號來賦予它一個新的 hotkey。我在這邊是把它設成的是 Ctrl+R。那同時也可以直接找到 Reload App without saving， 然後也是可以指派一個熱鍵給它。在這邊我設的 hotkey是 Ctrl+Alt+R。到時候我們需要載入整個 Obsidian 的所有內容的時候，就可以直接用這個 Ctrl+Alt+R， 而不必退出 Obsidian， 或者是從最左上角這一邊的功能表裡面找到 View， 再找到這個 Force Reload， 而是可以直接按下 Ctrl+Alt+R 就可以了。接着，為了方便我們來執行這個 Reload 的動作，因此再進入 Commander。在 Commander 的 Tab Bar 裡面把它給新加進來，也就是這一個可以把剛剛的這個 CMD Reload Page 把它加到 Commander 裡面，同時指派一個圖示給它。到時候我們就可以在 Tab Bar 裡面這邊就可以找到這個 Reload， 只要點擊它，它就會重新載入當前的這個筆記的內容。有了這個以後，到時候再使用 Enhanced Tables， 如果發現它頁面的 Render 沒有很正常的時候，就可以直接點擊這個 Reload 來重新載入帶有表格的筆記。以下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Enhanced Tables 它要怎麼來設定。Enhanced Tables 的表格是一般的標準的表格，要進入外掛強化的外觀，必須在它的上面提供一個程式碼區塊。這一個程式碼區塊，它的程式語言是 YAML， 但是後面必須再指明它是使用 Enhanced Tables 的格式，這樣子它才有辦法來控制下方的表格。我們可以簡單的來看一下它的結構，先看一下整體的表格的結構。除了上面這個程式碼區塊這一行是一定要使用的以外，它也可以指定不同的資料欄位的格式，比如說它如果是日期格式，它的日期格式是使用什麼樣的格式，這個時候就必須使用 YYYY-MM-DD 等等符合 moment.js 的規格的格式都可以來使用。 Datetime 格式也是一樣，只要符合 moment.js 的格式就可以。還有 yes format 跟 no format， 這個就是在指明你欄位在輸入資料的時候怎麼知道它是跟怎麼知道它是真假值的 for， 在這邊是設定成是 y 跟 n，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是 yes 或者是 no， 或者是中文的真或者是假都可以。還有這個表格是不是可以編輯，如果是可以編輯的話，就把 edit 改成 true 就可以了。接着下面就是所有欄位的表格的定義，我等下在後面会整個來完整的說明。接着表格還有一個 filter， 就是可以設定預設的過濾條件。這一個 filter 是預設的過濾條件，可以使用大於等於這一些邏輯符號來表示。Filters 就是設定不同的過濾的條件，它會變成是一個選單，到時候在操作的時候可以讓我們來選擇。Sort 是預設的排序的欄位，在這邊只要輸入用來做排序的欄位就可以了。要 Descending 的話，就是在欄名的左邊加一個減號，它就會變成是降冽的一個排列。Pagination 呢，就是設定分頁的做法，如果在 Page Size 這一邊就可以指定預設的每一頁的筆數，像我範例裡面這個地方就是設定成是3，所以它就會一頁就是3筆。Page Sizes 就是筆數切換的選單。接着如果你有一些樣式需要自己來做控制的話，要指定一些 CSS 的內容，就可以在 Style 這一邊來做。那它後面是有一個 pipe 的符號，表示下面是多行的內容，所以你可以一次性的新增多個不同的 CSS 的類別。High Control True 跟 False 是說你要不要把控制的那個區域給隱藏起來，也就是排序過濾的那一個控制區域。那預設當然就是 false， 這樣子我們在閱讀模式才可以去做控制。那 hide configuration 意思是在它呈現的時候，這一個程式碼區塊的內容是不是也要顯示出來。以上就是有關於表格整體內容的結構。接着再來看一下裡面的這個欄位的結構。欄位的結構也一樣，就是只要指定自己需要的欄名，這一個欄名就是你寫在表格第一行的標題的名稱，這兩個要對應起來，你的表格才有辦法正確
了顯示這一個欄位。因為這個欄名有可能比較長，或者是中文，因此在指定 filter 這一些邏輯比較條件的時候比較不方便去使用，這個時候就可以指定另外一個代名給它。如果這個欄位裡面有指定的 alias， 你的那一些邏輯判斷就要使用這個代名。接着是這個欄位的型別，型別有字串、數字、日期、時間跟列舉式，還有真假值，這幾個都可以分別來使用。那如果你是字串形式的 type， 這個欄位就可以不用指定。Hidden 是說這個欄位需不需要隱藏，如果是 true 的話，它就會從渲染後的表格消失。No-wrap 是說這一行裡面的內容需不需要自動做折行的處理。還有 editable 這個欄位是不是可以做編輯，它可以複寫掉表格結構裡面的 editable 設定。也就是說，雖然我的表格設定成不能編輯，但是某一個欄位要編輯的話，你就可以把這個欄位的 editable 改成 true。searchable 是這個欄位是可不可以做搜尋，後面就是不同的 format 它的一個額外指定的方法。數值的話可以指定一個 number dash format 給它，在這一邊就是指定了使用的 style 是貨幣的格式，然後貨幣是使用新台幣，它的小数位數是0，也就是表示顯示出來的數字不會是有小数點的數字。date format 呢，就可以根據你自己的需要把它变更成是要呈現的样子。表格上面設定的表格輸入的欄位是 YYYY-mm-dd， 但是顯示的時候呢，它會使用 date format 來顯示，所以我就會顯示出它的年月日。那 yes 的 format 也是一樣哦，輸入的時候是用 Y 跟 N， 但是呈現的時候呢，會使用 Unicode 的這個打勾跟叉叉的這個符號。那另外這些 format 如果你都不想使用的話，你可以使用 formatter。這個 formatter 它是一個格式化的字串，它是 JavaScript 的運算式。那通常我們會把它使用成是 JavaScript 裡面的樣板字面值，也就是 template literal strings。然後 searchable 也是可以複寫整個表格的 searchable 的設定。這一些就是欄位的基本的結構。在 filter 或是 formatter 裡面，當我們需要存取到欄位的內容的話，可以使用下面這兩個變數。$row 呢就會取出當前的這一筆，$cell 就會取出當前的這一個儲存格。如果我們要取出某一個欄位的內容的話，就可以用$row 點欄名，這樣子的方法就可以把它取出來了。那這個是比較常用的運算式。接着我們就來看一下實際的範例。首先，這個程式碼區塊就是必須使用 YAML enhanced tables 開頭，然後接着指定了它的日期的格式。那這邊指定的會是你的輸入的格式，所以我在表格裡面就要用 YYYY-mm-dd 的方法來輸入日期。是跟否呢，是使用 Y 跟 N 這兩個大寫的字母來輸入。第一個欄位，它的欄名叫做 amount， 然後我們也給它一個 alias 是小寫的 amount， 它的型別是數值，所以在下面指定了它的 number format 是一個貨幣的格式，然後它是可以被搜尋的，所以我們就設定了一個 searchable true。接着我們來看第二個欄位，第二個欄位是單價 unit price， 它的 alias 呢就是 price， 然後它的 type 是 number， 然後接着是數量 quantity， 它的 alias 是 qty，type 是 number。接着我們就來做一個小記了，這個小記就是單價乘上數量得出來的結果。我們給它一個 alias 是小寫的 subtotal，type 是 number， 然後它的 number format 在這邊雖然指定了它是貨幣，但是因為又額外指定了 formatter， 因此這個 number format 是沒有辦法生效的。希望外掛的作者可以考慮是不是這兩個設定可以讓它同時成立。這個 formatter 就是額外的格式化的字串。首先用 literal 的方法找出目前這一列的單價跟數量，然後把這兩個數字給乘在一起，它就會變成是字串的單價乘上數量。然後我們後面再用 JavaScript 的 EVAL 對它來做解析，把它轉換成實際的後面的這個運算，那它就會變成是實際小記的一個數字。比如說500乘上10，那它就會變成是500。這個就是我測試使用 formatter 來做計算欄位的做法。後面是 date 欄位，這個 date 欄位就只要指定它的 type 是 date， 然後它的 format 是 YYYY 年 MM 月 DD 日，它就會使用這個格式來呈現。所以大家就可以很明確的知道了，在表格最上面指定的 date format 是輸入的欄位，在欄位裡面指定的 date format 呢是顯示的欄位。後面這邊我示範了一個欄位叫做 color， 透過 format
formatter 對它來做顏色的處理。在這一邊一樣是使用 JavaScript 的 literal string， 在這個裡面就設定了一個 HTML 的 span 標籤，指定了一個 style， 它的冒號就是我輸入的內容，這一格儲存格的內容就是用 $cell 給取出來。另外，因為我放在 literal 裡面，要取出 literal 裡面變數的值，就是使用 $大括號的方法，所以這個是 literal 取變數的寫法，呈現出來的字串當然就是這個 literal 的內容，這樣子就可以在欄位裡面呈現出我輸入的字串它對應的顏色了。接着這個 formatted 它就是使用了 $row.id 取出了 ID 這個欄位的內容，然後再取出它後面的這個儲存格的值，所以這個 formatter 就可以顯示出一個 ID， 然後括號後面就是12345的內容。這邊也指定了 no-wrap 表示它不做折行處理，這一個 color 也是不做折行處理。後面這個 hidden 就是這個欄位不顯示出來，雖然我在輸入的時候有這個欄位，可是在呈現出來的時候呢，不會有這一個欄位。接着就是 rating 這個欄位的呈現，它的 type 是 enum， 表示它是個 enumeration 的格式，也就是列舉式的格式。在下面就要特別再去寫一個 enum 冒號來指定，如果我的值是1的話，要用什麼方法來呈現。如果輸入的內容是1，它就用一個星號來呈現；如果是2，就用2個星號來呈現，以此類推。這個就是 enum 的操作，就可以用這樣的方法來做控制。真假值 type 是用 bool，yes 的 format 是用打勾的符號 ，no 的 format 是打叉的符號。後面我們來看一下 filter 的寫法，預設的過濾條件就是寫在這個地方。每一列的 amount 如果大於1200的話，它預設就會被呈現出來。所以一開始會呈現出來的3筆，就是因為它符合了這一個條件。也可以另外預設多個條件，到時候可以透過選單來選用。第一個 small numbers， 它就是 $row.amount 這個欄位的值小於1200的，會被列成是 small numbers。還有 high rating 是 $row.rating， 也就是 rating 這一個內容，再用 number 把它轉換成數值以後，如果大於3的話，它就會被過濾出來。這個就是過濾的預先設定好的條件。基本上必須是 JavaScript 的運算式就可以寫在這一個條件裡面。後面這個 sorting 就表示是預設要排序的欄位，我們是使用 rating 這個欄位。後面這個 pagination 就是來設定分頁的控制，預設的每一頁的筆數是3筆，然後筆數的選單呢是有3跟10這2個選項。你這個當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來設很多個。後面這個 style 就是來設定對表格額外的 CSS 的控制，在這邊我們就變更了 th 它的背景顏色，還有它預設的顯示的文字的顏色都可以透過 style 來做額外的控制。接着後面這2個就是來控制我的控制區域要不要顯示，還有這一個程式碼區塊要不要顯示。後面接着就是實際上這一個表格的內容。以上就是今天為大家介紹這個表格，到時候在呈現上就可以用這個美觀的方法，而且有很多的控制的條件可以來做控制對於表格的操作可以達到一個比較強的互動性。如果各位覺得我今天介紹的這個外掛對於你在使用 Markdown 的表格有更好的控制的話，那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也可以考慮透過超級感謝來資助我拍好以後的影片。今天就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